如果你是短发控，如果你是技术流，那么这款短发的裁剪流程，请你仔细观看。整个在裁剪的过程中，我是给它修剪了2次。为什么修剪2次呢？这是一个风格的转换，这是课堂上的一个作品。我是选择从枕骨点这里开始横向渐增三角堆积层次。那么就要问大家，在剪什么样的发型，我们要横向去渐增裁剪？那么横向裁剪得到的结果又是什么？一定是硬朗的、有结构感的，同时我们的密度是比较厚实的。当然，对设计师的功底要求也是很高的，因为你在这样修剪的过程当中，稍微你的手渐增的角度和层次拉发片的细腻度不够，那么所产生的硬线就会非常的尴尬。我相信有资历和有阅历的设计师，以及平时每天在沙龙当中短发顾客偏多的，那么这样裁剪的还是比较多的。这个是一定的速度和效率之上都可以达到很好的一个结果。那么在脸侧裁剪的时候呢，我们在带发片的时候注意要轻微的往中间去轻拉，因为头发和头发之间是有距离的。如果直来直去的去裁剪，那么它一定会比较固体，同时会有呆板。所以在梳理的时候，微微的去向后带一点点。同时在裁剪的过程中，要考虑到上下层次的间隔、明度，以及我们裁剪的时候手位缠绕着头型逐渐去移动，一切都是为了修剪完之后的层次密度更厚实、更紧致，当然更契合头型。上去我们的垂直划分进行修剪，打磨我们的切口。到了两侧的时候，我是选择均等层次进行修剪，这是为了在转角线以下，我需要得到一个非常干净利落的边角。当然剪完之后是非常柔和的，我们可以看到模特的五官，他的颧骨和下颚线非常鲜明，他之前也是做过我们的模特，所以在他的短发的基础之上，其实有很大的创作空间。而我是给这个模特选择了斜尖锐的边角，我要把他的发际线修剪得非常的干净，有圆弧线。在两侧在剪均等层次的时候要注意角度千万不要低，否则会产生过硬过厚的边角。而模特的发际线其实是偏硬朗的，所以我是把外侧修剪的长度是微微覆盖了一点点在我们的边角线，这样呢可以得到一个柔和的边角的层次，同时里侧是比较干净利落的。同时我们利用两侧的去除层次和后区的堆积层次进行一个过渡衔接，在我们的耳上点进行修剪，这样就把前后完全贯穿起来。整个顶区我们是选择以后区的长度减反曲线层次，定点在我们另外一侧的转角线进行修剪。那么这个时候手位是比较关键，如果我们逐渐移动我们的手位，那么就保留了一边的层次的柔和，又建立了另外一边层次长度的静态。所以我在这个时候呢，是每一片都是向转角线这边去贴，最大保留这边的长度，就会把切口剪得更圆润，这样过渡的层次会比较细腻。我相信有经验的设计师应该能观察到它的发质是偏粗硬。如果我们随头行走，不地带转角线修剪，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？那一定会产生两侧的硬线会比较重，同时也不能完全覆盖到两边的边角，所以我在这里是定点向转角线这边去提拉。还有就是在顶区刘海偏长的这边，我们是做了一点白金色的挑染，这也是保留这个白金色它的一个质感，所以在延长另外一侧的时候，可以去让我们的切口和我们的质感还原度会更高。修剪到这个步骤，其实已经是成型的一款短发，保留后区，那么就是有点狼尾的视觉。那么最后是用起角的方式，把后区用圆形起角的方式修剪完，保留前侧的刘海的视觉。这样看起来，我们的视觉点就完全在前续。不知道今天这款短发的裁剪吸引了多少技术流和短发控的设计师，也希望这种短发的设计概念和精致度能给你加深印象，对你带来帮助。还有一点就是别忘记点个赞。